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13号，以太坊上海升级已经是成功升级。那现在也是有发现，以太坊目前赎回的一个数量差不多有30万枚。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还要买的一些新粉丝，因为最近有一些新粉丝是在问，仓位还是很轻哦。我个人观点，你一定至少要50%的仓位。早在去年或者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是达到满仓的一个仓位，包括现在一个纸都没有卖啊。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以太坊现在日线有一个上升楔形，如果要再找买点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是要怎么观察出来的？等下来跟大家聊，包括狗狗币。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马斯克还是在支持这个狗狗币啊，而且狗狗币短期是有异动啊。等下来跟大家讲，短线狗狗币到底会不会继续涨，或者是比特币昨天晚上 CPI 出利好的情况下，现在比特币不涨，到底是什么情况？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自上一次4个小时比特币突破的一个位置是有跟大家讲，包括周六周日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估计比特币要突破3万美金啊。程序最近是没有给信号，我个人观点，最近不然就等程序的信号，因为有时候交易机会不是天天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找，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的这个上升楔形，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它几个支撑位是不断的在抬高。也就是这一波进攻的一个区间，主力好像洗盘也不够充分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能突破这个高位，形态有时候是会变，会不会形成一个通道？现在是确定，就是以太坊已经是有30万枚是预计要赎回啊，30万枚我们去计算一下，如果按2000美金的以太坊去计算一下，乘起来大约也是6亿美金，所以短线差不多有6亿美金以太坊的一个抛压。不过长线还是一样啊，之前去年在1000美金有听我建议抄底以太坊，目前拿到现在，我个人观点尽量给我抱住，而且它质押的数量目前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差不多是1700或者是1800万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短期以太坊的一个形态啊。首先观察一下，就是短线它在这个位置震荡，不要破了这个趋势。如果这个趋势线破了，有可能中线调整就是会开始。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短期的一个支撑，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一个区间整理的高位，这边是有一个支撑区。那如果波段的支撑，也是跟家人们有讲过一段时间，当时这一个颈线突破的时候，它是有压回过这一个颈线的这边的一个支撑，或者这边的一个支撑。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在低点的时候不是有跟大家讲，这边以太坊是有很大的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那为什么这个位置早上包括推特跟 Discord 上面也是通知大家，就是你如果要买的话，看还有没有压回。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日线的一些技术形态啊。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高点过的时候，以太坊的 KD 指标它也是在背离的，背离以往的经验是，一般背离的位置尽量不要做追加的动作。背离不是说让你去卖啊，因为目前趋势个人观点还是一样，它目前整个大长线的趋势就是向上的情况下，你尽量之前低点有买的，不管是在这个1000美金附近，或者是这个位置，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拿住，它不一定会跌到这个支撑位下方，所以拿到现在的话还是计划再拿。那至于短线，其实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MACD 柱状，如果我们单看这个柱状，价格在过高的时候，柱状是在缩小，所以柱状有背离的情况下，短线个人观点也是一样，尽量先等一等，看还有没有压回。当然很重要的波段支撑位就是这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在1700附近，是以太坊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因为这一波上涨，其实以太坊涨的也并不多，差不多也就10%出头。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这个位置它还是要震荡，有没有可能会蓄势一段时间，然后目的为了挑战上面的这整个区间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区，也是不排除啊。然后大长线我们来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希望朋友们还是继续给我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就是以太坊它也是一样，事隔4年差不多这一个位置，以太坊的这个 WR 指标黄色的这个值来到80上方，然后上个月它已经是
黄色的这个值已经是回到80下方，所以我个人观点，牛市就是已经开启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之前在底部的时候也是跟很多家人们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4隔4年啊，每一次熊市的时间，前波的低点跟下一波的低点，一般4隔4年，它这个 WR 指标会来到这个80上方最弱势的一个钝化区。筑底一段时间，可能5到6个月，或者是长一点的话7到8个月。基本上只要下一次这个黄色的这个 WR 值破80，就是确定牛市来了。这个位置也是一样，15年的时候这个位置黄色的这个 WR 值破80，牛市就是来了，牛市就是来了。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已经这个 WR 指标已经是破80，所以不要去怀疑牛市啊，长线尽量给我抱住。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以太坊或者是比特币这一个散列带在周线里面买点的一些信号啊，比如说上一次以太坊在1月初的时候，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周线它这个位置整理突破的时候，散列带的这个指标信号买点的信号就已经出来，所以整波趋势已经是形成一个多方趋势。我个人观点，长线的仓位一定要给我抱住，因为以太坊在历史上一般涨起来有可能都是20几倍甚至30-40倍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更早之前的一些买点，这个位置信号可能是会有一点错在周线里面21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位置的买点也是相对比较准，也是有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上涨，或者是历史上大牛市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太坊在20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位置周线里面也是散列带的买点，基本上都是趋势向上的情况下，利润一般都是相对比较可观。包括比特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也是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当时这个位置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去追加那个比特币，因为也是有鲸鱼可能是在看这种买点的信号。然后比特币在21年7月份的这个位置也是整理到位突破，它一波上涨也是相对比较强势，所以长线尽量给我抱住因为目前有可能就是类似昨天跟大家讲的，月线里面不排除浪形是第一浪，目前整个浪形可能是第一浪，后续会不会有一个2浪的整理，或者是有没有回撤，然后再开启像这种大3浪的上涨。所以有可能现在的一个位置就类似这种位置的一个买点，第一浪买点，第一浪，然后后续整理到位会不会出第3浪的买点，也是不排除，然后压回有没有4浪，然后再出一个第5浪的买点。所以个人观点，去年到现在重仓的仓位尽量一定要给我抱住不要因为短期是不是比特币涨了1倍就觉得要不要获利了结。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一个形态昨天是有提到，也就是比特币这一根上涨，如果我们倒过来换一个镜像的角度来观察，会不会类似这一个，然后第2根上涨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一个。昨天不是有提到可能短线这个位置需要整理因为 CPI 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出利好，昨天晚上 CPI 是利好，只有 5.0， 我个人观点它整个大长线是利好所有的风险资产。那这个位置为什么利好，现在是又在整理，其实昨天都已经跟大家讲了，如果这2根是倒过来复制这2根，那前面的一根是不是这一根，所以这一根 K 线就是在对应这一根那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个波动，有没有这种的一根 K 线，你要防一点有没有再一次压回，因为这个高点突破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确认过，就是这一个箱体，一般以往的经验，箱体突破会不会确认一次，然后看会不会继续攻，就类似这2根继续攻到32000会不会挑战，然后看有没有可能去36000。而且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周线里面比特币的这一个高丝线的这一个通道，昨天是忘记把这个指标告诉给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趋势，一般在历史上牛市刚启动的第一波基本上都会去挑战这一个高丝线的上轨19年的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直接挑战了这个上轨，后面才会进行一个区间的震荡，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2浪。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5年的一个趋势，它第一波上涨一般都是会直接挑战这一个高丝线的上轨。然后我们来聊一下狗狗币目前短期的一个形态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这是一根多方吞噬。那既然多方吞噬，我个人观点，也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支撑的防守位 0.08 是很重要，目前短线的一个支撑区，包括
昨天虽然是有一个下跌，但是现在也是插针啊，插针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现在是感觉短期有一点量能出来，所以昨天插针插到的一个位置也是在这个 0.08，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其实短线里面是有异动啊，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昨天是在4个小时里面这一根突然间的闪崩，它不是4个小时，它是1个小时30分钟是突然间的一个闪崩，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把这一根下跌的，是不是又有人被洗出去？因为马斯克是在继续支持这个狗狗币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有一些虚假的消息，利用 AI 的一个技术，把马斯克的一个头像换成这个什么翡翠矿啊。当然，马斯克是在下方评论啊，如果真的有这个矿山的存在，他愿意用100个狗狗币去支付啊，就是怀疑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所以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马斯克还是在支持这个狗狗币，只是短线有可能还是在洗盘。如果在这个位置日线可能是还没有整理到位，到时候看会不会去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